首先，我要代表全體台灣人民，誠摯歡迎4位參議員訪問台灣。這是夏欣參議員、提里斯參議員、羅珊參議員首次來台訪問，匡熙恆參議員則是回違4年之後再度來訪，更是在1980年代曾經在台灣傳教，是台灣的老朋友。2022年，我過境美國前往洪都拉斯，曾經跟匡熙恆參議員視訊會晤。同年，他訪問台灣，我們也曾經在總統府見面。很高興今天能夠跟各位貴賓深入交流，也非常感謝各位展現美國跨黨派對台灣的支持跟深厚的友誼。4位參議員長期關注印太區域安全，支持台灣不遺餘力，並持續在國會提出聯署多項友台議案，是台灣的堅實友人。借這個機會，我要感謝美國行政以及立法部門不分黨派，持續依據《台灣關係法》以及6項保證，落實對台軍售，深化台美合作，給予台灣堅定不移的長期支持。美國最新國家安全戰略明確點出，台灣是印太地區和平與繁榮的樞紐所在。台灣也非常了解，唯有實力才能夠帶來和平。面對威權主義與日俱增的威脅，我們國家安全政策的核心原則，就是強化自我防衛的能力，深化與美國等友盟國家的安全合作，並致力維持台海和平穩定。為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，台灣正有序增加國防支出。今年我們的國防預算按照北約的標準，將超過 GDP 3%，預計在2030年前達到 GDP 5%。去年11月，我已經宣布，政府將推動8年400億美元的國防特別預算案，主要目標就是建構台灣之盾，也就是分層防禦完善的飛彈系統，將人工智慧導入國防體系，以及發展本土國防產業，推動國防自主，為全面提升不對稱作戰能力，達成有效嚇阻的目標。這項特別預算是國防部經過充分的評估和規劃，並和美國討論軍購內容，同時為提升國防自主能力，建構國防科技能量，並讓國防產業成為帶動經濟成長的新動能。特別預算也納入對本土國防產業投資，並整合台美在人工智慧以及國防產業上的各項合作。所以政府提出的國防特別預算是一個環環相扣、完整的國防能力快速提升，可以有效應對潛在威脅的關鍵計劃，也是協助國內產業以及經濟加速轉型升級的核心計劃。國防與經濟相輔相成，才能夠壯大國家整體力量。因此，我一再強調，特別預算不能夠打折，也不能夠再等待。我要特別強調，正在立法院審議中的國防特別預算條例，是經得起嚴格檢驗，也獲得超過60%國內民意的支持。但是因為政治因素，導致立法院審議時程的延宕。以對美國採購海馬斯火箭系統為例，發價書本來到這個月月底，感謝美國政府的協助，願意做稍微的延長，讓台灣可以持續採購到這個武器。那如果發生延宕的話，對於強化不對稱戰力的迫切需要，將有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。在這裡，我要特別感謝包括今天到訪的4位參議員在內，美國跨黨派議員的個別以及聯合行動，表達對台灣政府所提出的國防特別預算的支持，以及對立法院審議國防特別預算條例的關切以及贈言。因為各位對台灣安全的深切體認跟持續關心，讓所有台灣人民感受到這份可貴友誼的至關重要。我要向各位以及美國友人保證，我政府對提升自我防衛能力以及加強台美合作，確保國家安全的決心和承諾沒有絲毫改變。4位參議員在關鍵時刻到訪台灣，以行動展現對台灣的強力支持，
更彰顯出台美之間堅若磐石的友誼。在這個重要時刻，我也要呼籲立法院不分黨派一起支持政府完整的國防特別預算規劃，向國際社會尤其堅定支持台灣的美國政府以及國會，傳遞台灣不懼威脅、提升自我的防衛能力的決心跟承諾，為自助者人恆助之做出最好的詮釋。今年是美國建國250週年，也是台灣總統直選30週年。美國獨立宣言不僅宣告天賦人權的重要意義，更證明自由人民的意志能夠改寫歷史。而台灣在從威權走向民主的過程中，許多人冒着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風險，也要爭取自由跟人權。正是因為堅信着同樣的信念，今天台美擁有的自由繁榮社會，並非偶然，是無數人奮鬥的結晶。在慶後之際，我們要加倍珍惜這份跨國界的友誼，並且守護彼此共享的價值。最後，再次感謝美國跨黨派對台灣的支持，期待未來跟各位貴賓繼續攜手合作，深化台美情誼。也祝福各位訪問行程圓滿順利，謝謝大家。